欢迎来到走马观尘的频道。如果您喜欢这个频道，敬请点赞加订阅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白话版《浮生六记》卷2闲情记趣，原著沈复。我记得自己童年之时，能够睁大眼睛直视太阳，还能够清楚地看到细微的东西。见到渺小微物，就仔细观察它的纹理结构，所以经常有超凡的乐趣。夏日闻声如雷，我将它们想象成一群仙鹤在空中飞舞，心里一旦这样想了，成千成百的仙鹤果然就出现在前。仰首观看它们，脖子都因此僵硬了。我又把蚊子留在白色蚊帐之内，慢慢以烟喷拂它们，让它们冲着烟气飞鸣。我则把它们看作青云白鹤，它们就果然像白鹤于云端鸣叫一样，令人愉悦称赞。在土墙的凹凸不平处，花台小草丛生处，我常常蹲身旁边，与花台一样高，凝神细看。以丛生杂草为森林，以昆虫蚂蚁为巨兽，以高起的土块为山丘，以地面凹陷的地方为沟壑，我神游其中，得意非常。有一日，我看到2只虫子在草丛间打斗，正观看得入迷，忽然来了一个庞然大物，以拔山倒树的气势而来。原来是一只癞蛤蟆，它舌头一伸，将2只虫子全部吞入腹中。我当时年龄还小，看得正出神，不由惊吓得哑然一声尖叫。待心神安定下来，捉住癞蛤蟆，鞭打了它数十下，把它驱逐到了其他院落。长大之后回想此事，2虫打斗，大概是一方图谋奸诈，而另一方并不依从。古语所说奸尽杀，即便虫子们不也是如此吗？我迷恋这种草丛观察的乐趣，以致生殖器被蚯蚓所吸。吴地俗语称生殖器为卵，肿得不能小便。仆人捉了鸭子，让它靠近我的生殖器，张嘴来吸，以解蚯蚓之毒。仆人突然松开了手，鸭子猛然抬起脖颈，做出吞噬的样子，惊吓得我不由大哭起来，从此传为画饼。这些都是我童年时期的闲趣之事。年长之后，爱花成癖，喜欢剪裁盆景。但认识张兰坡后，才精通剪枝养节的方法，接着明白了接花叠石的秘诀。花以兰花最佳，是因为其难得的幽香韵致。至于半品，稍堪入于花圃的，更是不可多得。兰坡去世前，赠送于我一盆河畔素心春兰，坚平心阔，精细半径，是可以入于花圃的。我像宝玉一样看重它。我在外游牧之时，云亲自为它灌溉，花叶颇为繁茂。然而不到2年，突然枯萎而死，拔起根茎检视，根系洁白如玉，而且花芽生机盎然。最初难以理解其中原因，以为自己没有福气欣赏它，只有叹息而已。事后很久我才知道，原来是因为有人想分植一盆，而我没有同意，那人便用开水把它浇杀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发誓再也不养兰花。花卉之中，第2是杜鹃，虽然没有香气，但花色可以长久赏玩，而且容易剪裁。只是由于云爱惜花草的枝叶，不忍心修剪，所以很难养大成树。其他盆景也都是如此，唯有每年秋天菊花绽放之时，我便秋兴大发，喜欢摘花插瓶，不爱盆栽。并非盆栽不足观赏，而是因为家中没有园圃，没有地方亲自栽植，于集市购买又都杂乱没有韵致，所以宁可不玩盆栽。插花中的花枝树木宜选单数，不宜选双数。每只花瓶选取一种花枝，不选2种颜色。瓶口选取扩大的，不选窄小的。花枝插入扩大的瓶口，才能够舒展自然。不论是5枝花、7枝花，还是30、40枝花，瓶口中间一定要有一丛花枝怒起，以不散漫，不互相挤压，不靠近瓶口最佳。这就是行家所说的奇把一进。至于花枝的形状，或亭亭玉立，或飞舞横斜，但花枝之间要参差有致，中间可以用花架间隔，以免出现杂耍一样飞搏耍盘的弊病。花枝的叶子不能无乱，花梗不能太硬，用连接的针要隐藏起来，针长宁可截断，也不要让针露在梗外，
这就是行家所说的瓶口一清。根据桌子的大小，一张桌子放置插花3瓶至7瓶之间，多了就显得眉目不清楚，如同市井之家的菊花屏障一样了。几案的高低从3-4寸到2尺5-6寸为止，必须高下参差，错落有致，互相照应，以气韵融洽为佳。如若中间高2侧低，或后面高前面低，成排成列的，就又犯了俗称锦灰堆的那刻意自然的弊病了。插花制瓶，或密或疏，几案排列，或进或出，全在于懂得造物之美的人能否安排的如在画中才算及格。如若用盆、碗、盘、席等器物，可以先把漂青、松香、鱼皮、面和油调以倒灰熬成胶，把铜片穿上钉子，顶尖朝上，再将胶膏用火融化，然后把铜片粘在盆、碗、盘、席中。待冷却后，将花枝用铁丝扎成一把，插在钉上，略呈偏斜之状，不要居中竖立。花束最好枝疏馊轻，不要拥挤。这时再加上水，用少许细沙掩埋住铜片，使观赏的人认为花丛就生长于碗底，才算佳妙。如若用木本的花果插瓶，剪裁的方法一定要先置于手中，从横、斜2个角度审看它的态势，再从反、侧2面选取它的形态。选取确定后，剪掉杂乱之压，以体现疏朗、受静、苍古、独特为最佳。然后则考虑如何将枝梗插入瓶内，或折断或弯曲插入瓶口，才能避免叶背花侧的麻烦。如若一枝在手，便先将直梗的花枝插入瓶中，态势必然枝乱梗强，花侧叶背，既难以选取表面的态势，也更没有韵致了。折梗打取的方法，锯掉1半梗，以砖石垫嵌其中，如此直梗也就有曲折之态。如若担心梗会倾倒，就敲入1-2枚钉子固定一下。这样的话，即便是枫叶竹枝、乱草荆棘，均可以做插花入瓶的材料。或者以1竿绿竹搭配几粒枸杞，或者鸡精细草配上2只荆棘，假如位置合宜，还会另有一番超凡脱俗的情趣。如若是新栽的花木，不妨歪斜着取势，听任它生在盆侧，1年后枝叶自然向上生长。如若每棵树都是直直的栽植，也就很难获取上好的态势了。至于盆树的剪裁，先选取根部呈鸡爪形状的，从左至右剪成3节，然后起枝，1枝1节，7枝到顶或9枝到顶。枝干上切忌对节如肩膀，枝节则忌讳臃肿的像鹤膝。枝节一定要盘旋而出，不能够只留左右的，才能避免赤胸露背的弊病，但也不能前后直出枝节。坊间有所谓双起、3起的，就是一条树根却培植出来2-3棵树的意思。如果根部不是鸡爪形状，就成了直节插树，所以不取此类根节。然而一株盆树剪裁而成，至少需要30-40年。我平生仅见到我的同乡万彩张老先生一生剪出来几棵，又在扬州一家商铺见到虞山的游客所送的黄杨、翠柏各一盆，可惜明珠暗投，我并没有看到它们被人稍加珍惜。如若剪裁后流出的枝节盘曲如宝塔，扎定的枝干曲折如蚯蚓，便又成了匠气的盆树了呀。盆景中的花石点缀，小景可以入画，大景可以神游其中。一杯清茶能让人凝神入志，才能供悠哉品味。种植水仙没有灵璧时，我尝试过用具有岩石意蕴的木炭替代。黄芽菜的菜心白皙如玉，取大小不一的5-6枝，用沙土培植在长方形的盆内，再用木炭代替石头，黑白分明，颇有情致。以此类推组合，幽趣无穷，难以尽数。譬如将石菖蒲所结之子与冷米汤一起咀嚼，喷于炭木之上，放置到阴湿的地方，便能长出细幼的菖蒲，再随意以养到盆或碗中，绿意融融可爱。把老莲子的2头磨薄，放入蛋壳之内，让母鸡暖孵它，
待幼芽长出就取出来，再用陈年的燕巢泥加少许天门冬的块根捣烂拌匀，将老莲子幼芽置入小的器皿中，用河水浇灌，早晨沐浴日光。不久花开之后，花朵大如酒杯，叶片却缩如碗口大小，亭亭可爱之极。诸如布置园亭楼阁、套式回廊，或者叠石成山、栽花取势，又要讲究大中见小，小中见大，虚中有实，实中有虚，或藏或露，或浅或深。其间微妙，不仅在于周回曲折4个字，也不在于地广时多，那样只是徒费功夫财力。譬如掘地堆土成山，堆土之后，在上面散置一些大石，间杂一些花草，以梅树做篱笆，引藤树为墙，如此即便没有山也有山了。所谓大中见小，譬如在开阔平坦的地方种植容易生长的竹子，用茂盛的梅树编织篱笆作为屏障。所谓小中见大，譬如狭窄的院落围墙，最好做出凹凸起伏的样子，墙面用绿色装饰，墙角引植上藤蔓，墙体嵌入大石，上面绘图凿字作碑，届时推窗望去，如临石壁，便会觉得俊俏开阔。所谓虚中有实，譬如在假山池水的尽头，一转弯而豁然开朗；又如在宣室阁楼设置进餐的地方，一开门而可以通至别的院落。所谓实中有虚，譬如开门通往并不存在的院落，而是一处竹石掩映的假门，仿佛有门其实没有；又如于墙头上面设置低矮的栏杆，仿佛上面有一处月台，实际上并没有月台。贫寒之时屋少人多，应当仿照我乡里太平船后舱的设置，再加以变化。中间的台阶做床，前后紧凑一点，可以布置3张床，中间再以木板隔开，上面裱糊一纸，这样的话，前后上下就都隔开了。领悟了这个方法，仿佛行走于漫漫长路，也就感觉不到它的狭窄了。我们夫妇侨寓扬州时，曾经仿照此法。当时房屋仅有2间，上下卧室、厨灶、客厅都是隔挡布置，空间还显得绰绰有余。云曾经笑着说，如此布置虽然精致，但是终究不是富贵人家的气象啊。事实的确如此啊。我在山中扫墓的时候，捡到纹路如山峦的石头，回来与云商量说，人们用油灰碟宣州石于白石盆上，是因为它们色泽协调。本地的黄石虽然古朴，但如果也用油灰沾脸，则黄白之色相夹杂，凿出的痕迹完全暴露在外，怎么办呢？云说，选择那些劣质的黄石，捣成末状，与油灰沾脸的地方，趁它们还湿的时候涂抹上，风干之后颜色或许一致吧。我于是按照他所说的，用宜兴窑产的长方盆叠起一座假山，左边倾斜，右侧凸起，背部是横方的石纹，仿佛根据云林石法一样，缠岩凸凹，起伏有致，如江边石基。空出的一角用河泥种植了千瓣白萍，假山上面则种植了鸟螺，就是俗语所说的云松。花费了数日功夫才布置完成。到了深秋，鸟螺蔓延满山，像是藤萝悬挂在石壁之上，花朵是正红之色，白萍也浮出水面绽开花朵，红白相间，神游其中，如登上了蓬莱仙岛。把假山放置到屋檐下面，然后和云一起观赏品评，此处可以布置水阁，此处可以立一处茅亭，此处可以凿6个字，落花流水之间，此处可以居住，此处可以垂钓，此处可以远眺。心胸之中构想多多，好像即将移居到此假山中的样子。一日傍晚，猫打架争时，从屋檐上坠落而下，连盆带架，顷刻之间全部破碎掉了。我叹息着说，即便是这么小的一件小玩意儿，也犯了造物主的忌讳吗？2个人不禁为之伤心泪落。竟是焚香，是闲暇中的雅趣。云曾经把沉香、素香等香放在饭锅里蒸透，又在炉子上放一个铜丝架子，距离火焰半寸左右，慢慢烘烤。这时的香气幽静蕴藉，而且没有烟气。佛手忌讳醉酒之人用鼻子嗅闻，一经嗅闻则容易腐烂。木瓜忌讳出汗，
一有汗出，即可用水清洗。唯有香园，没有什么忌讳。佛手、木瓜也有供养的方法，此处不再一一书写。每次见人将摆好的贡品随手取下修文，又随手放置一边，便知这些都是不懂供养之法的人啊。我闲居之时，案头瓶花从未断绝。云说，你的插花能够具有风情雨露之时的意态，可以说是精妙入神了。绘画中常有草虫戏绘之法，为什么不仿照此法试一试呢？我说，虫子跳跃腾挪，不受控制，如何仿效呢？云说，我有一个方法，只是恐怕会有以活物为偶用的罪过。我说，你说说看。云说，虫子死后色泽不变，寻觅螳螂、蝉、蝴蝶之类，用针刺死，用细丝套住虫子脖颈，系在花草之间，调整它们的手脚，或怀抱之梗，或足踏之叶，宛然如生，不是很好吗？我闻之欣喜，按照这个方法，在插花时也做了草虫，看到的人无不惊艳称绝。今日即便询问闺房中人，恐怕也未必有这种体悟微妙的心思吧。我和云寄居于西山画室家时，当时华夫人让2个女儿跟随云学习认字，居住在乡间，院落空旷，夏日阳光逼人。云教他们家做活花瓶的方法甚是巧妙，每个花瓶一扇，用长度4、5寸的木梢2只，做成矮条凳的样式，中间虚空，装置上4个横档，均宽1尺左右，4个角凿上圆眼，插入竹编的方眼，瓶高6、7尺。再用沙盆种扁豆，置入瓶中，让枝蔓攀援于瓶上，2个人就可以移动。多编织几扇花瓶，随意遮拦着，恍如绿荫满窗。这种屏风透风蔽日，迂回曲折，随时可以更换，所以叫活花瓶。有了这个方法，一切藤本香草便可以随地采用。这真是乡居生活避暑的好方法呀！我的朋友鲁半坊，名张，字春山，善于画松柏以及梅菊，长于隶书，又精通篆刻。我寄居他家的萧爽楼中有1年半之久。这座楼共5间，坐西朝东，我们居住其中的3间。早晚与风雨之时都可以远眺。庭院中有一株木樨花树，清香撩人心经，又有走廊与厢房，环境极其幽静。移居而来的时候，带了一个仆人，一个老妇人，还带了他们的小女儿来。仆人会做衣服，老妇人可以纺织。于是云做刺绣，老妇人织布，仆人则做成衣，以供日常开支。我素来好客，饮酒必行酒令。云善于花费极少的厨艺，瓜蔬鱼虾，一经云的烹调，便有不俗的味道。朋友们知道我不宽裕，来时经常出买酒钱，然后畅谈终日。我又喜欢干净，地面纤尘不染，而且不受拘束，不嫌放纵。当时有杨卜凡、明昌绪，善于人物写真；袁绍谦、明佩，工于山水；王兴兰、明言，工于花卉灵毛。他们也很喜欢萧爽楼的优雅环境，都带了画具过来。我则跟从他们学习绘画，写草篆书法，镌刻印章，收取的润笔费用，交付云准备茶酒招待客人，就这样终日不歇，品诗论画而已。更有夏丹安、夏一山2兄弟和妙山阴、妙之白2兄弟，以及蒋运香、陆菊香、周孝霞、郭小鱼、华兴帆、张显憨诸君子，如梁上燕子自来去回，毫不客套。云则拔柴沽酒，不露声色，对于良辰美景，从不轻易放过。今日众人天各一方，风流如云散，加上我的妻子玉碎香埋，一切往事不堪回首啊。萧爽楼有4季，谈官职升迁，论官府时事，做八股诗文，笃看排至头。有犯4季的，必罚酒5斤。有4样倡导：慷慨豪爽，风流韵界，落拓不羁，澄净缄默。夏日炎热无事，便以考试对句为会，每会8个人，每人各带200铜钱。先抓阄排序，得第一的人为主考，坐在旁边监考，
得第二的人负责誊录，也即可就坐，其余的人做举子，每个人去誊录处取一张纸，盖上印章。主考初5、7言各一句，然相计时，行走或站立构思，不准交头接耳。对句写好后，放入一个匣子内，方可就坐。每个人交卷完毕，负责誊录的人打开匣子，将对句抄成一卷，转呈于主考，以杜绝徇私的行为。16个对句中，选取7言3联、5言3联。6联中获得第一的人，即为下一任主考，第二名为誊录。有人2联都没有被选取的，罚钱20文；选取1联的，少罚10文；超过时间限制的，则加倍处罚。一场下来，主考的钱100多文，一天可以考10场，积攒上千文钱。如此下来，酒钱很是充足啊。唯有云例外，他被大家推为官卷，允许他坐下来构思考题。杨卜凡曾为我们夫妇绘了一幅栽花小影，神情萧瑟。当日晚上，月色颇美，兰花的影子映于粉墙，别有幽致。星南喝酒醉后，情志大起说：“卜凡能为你绘像，我能为花绘出影子。”我笑着说：“花影能像人影吗？”星南取出白纸，铺到墙壁上，对着兰花的影子，就用墨浓淡参差地绘制起来。到了白昼取出观看，虽然还不能成为一幅画，然而花叶疏朗消散，自有一番月下闲趣。云非常珍视这幅小画，大家也都在上面题诗落款。苏州城有南园、北园2个地方，菜花黄的时候，苦于没有酒家可以喝酒，携带着酒具适合过去，对着花喝冷酒，实在毫无趣味。有人建议就近寻觅酒馆，有人提议看花归来再喝酒，终究不如对花热饮快意。众人争议了很久，不能确定下来。云说：“明日只需个人出酒钱，我自担炉子来。”众人笑着说：“好啊。”众人回去后，我问他：“你果真亲自担炉子而去吗？”云说：“当然不是的，我见集市中有卖馄饨的，他的担锅、炉灶都有，顾他而去怎样？我先酒菜准备妥当，到那里后再热一下，茶与酒就都有了。”我说：“酒菜固然方便了，还缺少烹茶的器具。”云说：“到时我带上一个砂罐去，用铁叉串起罐的把手，把锅取下来，将砂罐悬挂灶上，添加柴火煎茶，如此不也很方便吗？”我鼓掌赞叹不已。街头有一个姓鲍的，以卖馄饨为生计，用100文钱雇了他担负锅灶与砂罐，约定了明日午后。姓鲍的人欣然同意了。第2日看花的人到了后，我告诉他们原因，众人无不叹服。饭后我们一起出发，并且带了席垫，到达了南园，挑了柳荫下团团围坐，先烹茶煮茗，饮茶过后，接着烫酒热菜。这一日风和日丽，遍地黄金之色，青山红袖，穿行于田间小径之上，四周蝶蜂飞舞，令人不饮自醉。不久，酒菜已经热好，众人坐于草地之上大吃起来。姓鲍的担者也颇不俗，拉他过来一起饮酒。游人看到我们，无一不羡慕我们的这些奇思妙想。待饮酒至杯盘狼藉之时，众人都已陶然欲醉了，有人坐着，有人卧着，有人歌吟，有人长啸。红日将要落山之时，我很想念粥之滋味，姓鲍的人即刻又买了米煮了粥。众人饱腹而归。云说：“今日的游玩愉快吗？”众人回答说：“如若不是夫人的才智，哪会有如此快乐的光景啊？”众人大笑而散。贫寒之士的起居、服饰、饮食以及器皿、房屋，都应当省俭而雅洁。省俭之法，即是就事论事。我喜欢喝点薄酒，不喜欢很多菜点。云为我设计了一个梅花盒，用2寸大小的白瓷参碟子6只，中间摆放1只，周围摆放5只，用灰漆好，它的形状像一朵梅花。底部和盒盖均留出凹棱，盒盖之上的手柄有如花蒂。把它放到案头，
就像一朵墨梅覆盖在桌子上面。打开盖子细看，仿佛菜肴装在梅花瓣中，一盒之内6种颜色，2-3个知己可以随意取食，吃完便在添续。另外做了一只矮边圆盘，便于放置酒杯、石块、酒壶之类，可以随处摆放，挪移拾掇也很方便。这也是省俭食物的一个方面吧。我的帽子、领袜都是云自己所做。衣服破了，移东补西，务必要干净整洁。衣服颜色都是选取暗淡的，以免垢迹明显。既可以出来会客，又可以做日常之用，这也是服饰省俭的一个方面吧。刚到萧爽楼的时候，我嫌光线太暗，就用白纸糊墙，房间这才明亮了起来。到了夏日，楼下去掉了窗户，又没有护栏，我觉得空洞没有遮拦。云说有个旧的竹帘，为什么不用它来替代栏杆呢？我问怎么替代呢？云说用有黑色的竹子树根，一竖一横，留出走路的空间。结半截竹帘搭在横着的竹子上，垂至地面，高度和桌子齐平，中间竖立4根短竹，用麻线扎结实。然后在横竹上搭帘子的地方寻一些旧的黑布条，连着横竹子一起裹起来缝上。如此既可以遮拦做装饰，又不费钱。这也是就事论事的一个方法吧。以此类推，古人所说的竹头、木屑都有用处，还真是所言不虚呀。夏月之时，荷花初开的时候，晚间含着花苞，早晨时开放。云就用小纱囊包上一些茶叶，放在花心里。次日早上再取出来，烹煮雨水冲泡，香韵尤其妙绝。